解密健康密码，让生活更美好。长期服用降压药的人，尽量少吃这4种食物，不要不听劝。众所周知，血压波动较大的人群，为调控血压并避免心脑血管并发症，日常生活中常需依赖降压药物。特别是高血压患者，更需长期坚持规律服用降压药，以确保血压维持在稳定状态。同时，为了充分发挥降压药的效果，患者在饮食上也需格外留心，防止不当食物引起血压剧烈波动。那么，在长期服用降压药期间，有哪些食物是应该尽量避免的呢？医生告诫，以下4种食物最好少接触，能避免则避免。01. 长期服用降压药的人，最好少吃4类食物。1. 高盐食品。调查结果显示，患者食盐摄入量与高血压的发病率存在相关性，即食盐摄入越多，高血压的发病率也相应上升，二者呈现正相关性。过量摄入盐分会导致血管对升压物质的反应性增强，引发细小动脉收缩，进而使血压升高。因此，高血压患者日常饮食中应严格控制盐分摄入，以避免血压上升及可能引发的相关并发症。2. 柚子。高血压患者在持续服用降压药物期间，若大量食用柚子，可能会对高血压的控制产生不良影响，引发诸如头晕、恶心、心悸及乏力等不适症状，严重时甚至可能导致心绞痛、心肌梗死或中风等严重后果。因此，高血压患者应牢记，在服用降压药期间应避免食用柚子。3. 肥肉。肥肉中胆固醇含量丰富，频繁食用会导致血脂水平上升，加快动脉硬化的进程，进而促使血压升高。长期摄入油腻及高胆固醇食物，可能会增加血压的大幅波动，提升发生心血管事件的风险。4. 豆腐乳。对于高血压患者而言，应避免食用豆腐乳，因为它是一种腌制食品，含有高浓度的亚硝酸盐和盐分，这些因素可能促使血压上升。此外，高血压患者应遵循低脂饮食原则，并尽量减少摄入烧烤、腊肉、熏肉、火腿肠等此类食物。02. 血压高患者谨记早起4不宜。1. 不宜剧烈运动。有研究显示，急性心肌梗死的事件在一天之中最频繁发生的时段正是早上6点至10点之间。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也指出，这一时段内发生的心肌梗死占比高达 28%。 经过一夜休眠，人体在清晨起床时血压会自然升高，氧气消耗量相较于平时增加 1.7 至3倍，从而增加了心脏病发作和中风的风险。2. 不宜起床过猛。清晨时分，因交感神经活性增强，血压往往达到一天中的高峰，故高血压患者在晨起时应格外小心，采取缓和的起床方式，避免猛然起身或用力过度。建议高血压患者在醒来后，首先在床上保持仰卧姿势静躺2分钟，期间可轻轻活动四肢与头颈部，帮助肌肉和血管平滑肌逐渐找回张力，以顺利适应从躺卧到站立的体位转变，从而有效预防头晕、头痛等症状。随后缓缓坐起，并保持坐姿2分钟，期间可轻微活动上肢数次，最后再起身下床活动。如此一来，血压波动将得以控制在较小范围内。起床后，高血压患者还需特别注意保暖措施，尤其是在气温变化较大的时节，应适时增添衣物。鉴于清晨通常是一天中气温较低的时刻，血管在寒冷刺激下易收缩，保持良好的体温对于维护血压稳定至关重要。3. 不宜用力排便。过度用力会导致腹部压力骤增，
进而反射性引起颅内压力上升，这可能诱发脑血管破裂，引发脑溢血等严重疾病。特别是在遭遇便秘时，长时间且过度的用力排便会使血压上升。若采取蹲姿排便，排便后猛然站立，更可能增加意外发生的风险。因此，当高血压患者遭遇便秘问题，推荐采取饮食调整、适度运动以及药物治疗等综合措施来应对。例如，可以增加摄入富含膳食纤维的全谷物、蔬菜及水果，以促进肠胃道的蠕动，或者考虑口服胃肠动力药物，以及外用开塞露等刺激直肠壁，从而有效促进排便。4. 不宜情绪激动。高血压患者需时刻留意情绪管理，因为当情绪变得激动，如生气、愤怒或急躁时，会促使交感神经活性增强，进而加快心率，增加心脏输出量，导致血压显著波动。在极端情况下，这甚至可能诱发心脑血管意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早晨起床时情绪的剧烈波动对血压的影响尤为显著。故而，对于高血压患者而言，日常中积极调控情绪显得尤为重要。应努力避免负面情绪，培养乐观向上的心态，这对于维持血压的稳定至关重要。改变这些生活方式，不吃药也可以降血压。1. 培养高血压饮食，可以辅助降血压。高血压患者的饮食建议强调避免或限制摄入富含反式脂肪酸和饱和脂肪的食物，转而增加深色果蔬及全谷物的摄入量。同时，建议患者尽量避免加工食品，特别是那些高糖、高脂肪、高盐及高碳水化合物的食品。2. 少吃内盐，血压降低2至8毫米汞柱。最新研究报告表明，每日减少1克盐的摄入，能够使平均血压下降1至2毫米汞柱。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成年人每日的食盐摄入量应控制在5克以内。3. 体重每减少1公斤，血压降低1毫米汞柱。临床研究表明，针对体重超标且患有高血压的个体，每减轻1公斤体重，就能使血压下降1毫米汞柱。夫妻之间的相处之道，其中3多、3少、3处就像是3把神奇的钥匙，能够开启幸福的婚姻大门。1. 3多，多欣赏。夫妻之间首先要学会多欣赏对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无论是丈夫努力工作的拼搏劲儿，还是妻子精心操持家庭的细腻心思，这些优点都值得被对方看到并认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陷入一种惯性，忽略了身边最亲近之人的长处。丈夫可能会忘记妻子为了家庭牺牲自己事业发展机会的无私，妻子可能会忽视丈夫在面对生活压力时坚强的承担。然而，当我们有意识地去欣赏对方时，就会发现对方身上有太多值得赞美的地方。这种欣赏不仅仅是言语上的夸奖，更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尊重和认可。例如，丈夫看到妻子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可以真诚地说：“亲爱的，你做的菜太好吃了，每次吃你做的饭都觉得特别幸福。”这样的话会让妻子感到自己的付出得到了回报，从而增进夫妻之间的感情。多包容。婚姻中，两个人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有着不同的生活习惯和性格特点，难免会有摩擦和矛盾。这时候，包容就显得尤为重要。多包容意味着要理解对方的不足之处，不要因为一点小错误就大发雷霆。丈夫可能会有粗心大意的毛病，比如忘记结婚纪念日，妻子可能会有些情绪化，偶尔因为一些小事就闹脾气。但如果双方都能以包容的心态去对待这些问题，那么这些小插曲不但不会影响夫妻感情，反而会成为增进彼此理解的契机。
就像人们常说的，牙齿还会咬到舌头呢。夫妻之间偶尔的磕磕碰碰是正常的，重要的是要有一颗包容的心。丈夫忘记纪念日时，妻子可以笑着调侃他，而不是大吵大闹。妻子情绪化时，丈夫可以给予她一个温暖的拥抱，耐心地听她倾诉。多沟通，多沟通可以让双方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想法、感受和需求。在生活中，很多夫妻虽然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但却缺乏有效的沟通。丈夫可能整天忙于工作，回到家后就只想休息，不愿意和妻子分享工作中的烦恼。妻子可能把自己的心事都藏在心里，觉得丈夫不会理解自己。然而，这种缺乏沟通的状态会让夫妻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夫妻应该每天抽出一些时间来聊天，可以是晚饭后的散步时光，也可以是睡觉前的温馨片刻。在沟通中，要坦诚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也要认真倾听对方的意见。例如，夫妻可以聊聊对未来的规划，对孩子教育的想法，或者是当天遇到的有趣事情。通过沟通，夫妻之间可以消除误解，增强信任。三少指责。很多时候，夫妻之间一旦发生问题，就容易互相指责。丈夫指责妻子不会理财，妻子指责丈夫不关心家庭。这种指责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让矛盾更加激化。当我们指责对方的时候，其实是在把责任全部推到对方身上，而忽略了自己可能也存在问题。在婚姻中，没有绝对的对错，更多的是需要双方共同去面对和解决问题。少指责意味着要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去看待问题。当出现矛盾时，要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而不是一味地批评对方。少抱怨，抱怨更多的是一种消极情绪的宣泄，却没有实际的解决办法。妻子总是抱怨丈夫赚钱少，丈夫总是抱怨妻子不理解自己的工作压力。这种抱怨会让家庭氛围变得压抑，让夫妻双方都感到疲惫不堪。少抱怨就是要学会积极面对生活中的不如意，用乐观的态度去看待问题。如果妻子觉得家庭经济紧张，可以和丈夫一起商量如何开源节流，而不是整天抱怨。丈夫如果觉得工作压力大，可以向妻子倾诉，同时也寻求她的支持，而不是一味地抱怨妻子不理解。少猜疑，少猜疑是保持夫妻关系健康稳定的重要因素。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夫妻因为猜疑而产生矛盾。丈夫看到妻子和异性朋友聊天，就开始怀疑妻子是否有不忠行为；妻子看到丈夫晚归，就猜疑丈夫是否有了别的女人。这种无端的猜疑会让夫妻之间的感情产生裂痕。其实，夫妻之间应该给予对方足够的信任，相信对方对自己的忠诚。如果有疑问，可以坦诚地沟通，而不是暗自猜疑。相处时，在夫妻相处的时候，要尊重对方的个人空间。虽然两个人是夫妻，但并不意味着要完全失去自我。丈夫可能有自己的爱好，比如喜欢看球赛；妻子可能也有自己的小天地，比如喜欢读书。在相处时，双方要尊重彼此的兴趣爱好，不要强行干涉。同时，相处时也要注意保持良好的态度，不要总是板着脸或者恶语相向。夫妻之间可以一起做一些有趣的事情，比如一起看电影、一起做饭等，这样可以增进彼此之间的感情。处理问题时要冷静理智。夫妻之间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如经济问题、家庭关系问题等。在面对这些问题时，不能冲动行事，要先分析问题的根源，然后再寻找解决的办法。例如，当家庭出现经济危机时，夫妻双方要坐下来一起商量如何节省开支，如何增加收入，而不是互相埋怨或者盲目投资。
在处理问题的过程中，要以家庭的整体利益为出发点，相互支持，共同克服困难。处家人朋友时，在与家人朋友相处时，夫妻要保持一致的态度。在家庭聚会或者与朋友交往中，夫妻双方的言行举止代表着一个家庭的形象。如果丈夫在家人面前对妻子呼来喝去，或者妻子在朋友面前不给丈夫面子，都会影响夫妻关系。夫妻应该相互尊重，在家人朋友面前展现出恩爱的一面。比如，在家庭聚会上，丈夫可以适当的夸奖妻子的厨艺或者持家能力，妻子可以在朋友面前表达对丈夫的欣赏和信任。三多、三少、三处是夫妻相处的智慧结晶。在婚姻中，只要夫妻双方能够遵循这些原则，用心去经营自己的婚姻，就一定能够收获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